精准沟通，在关键时刻有效沟通的工具是由凯瑟琳·帕特森等人共同撰写的一本书，主要针对在高压和关键时刻下的有效沟通问题。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工具和技巧，帮助读者更好地处理复杂、敏感或冲突性的对话。以下是一些该书中提供的主要工具和技巧，以及相应的例子。创建安全的对话空间。例子，在一个团队会议中，如果一个成员提出一个与大家不同的观点，其他人可能会嘲笑或质疑他。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通过表扬那个成员的勇气和独立思考，来建立一个支持性和尊重性的氛围。使用 I 语句。例子，当你要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时，使用 I 语句可以使你的观点更加明确，但不会显得指责性。例如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案，因为而不是你的方案是错误的。有效倾听。例子，当与某人进行关键对话时，要确保全神贯注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和感受，避免在对话中中断或忽视对方的观点。这样做可以帮助建立信任，并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寻找共同目标。例子，当双方在某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时，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或目的可以帮助双方聚焦于解决问题，而不是争吵。例如，如果两个部门在资源分配上发生冲突，可以强调他们共同的目标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而努力。制定行动计划。例子，在对话结束后，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可以确保达到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团队在项目计划上有分歧，可以制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责任分配，以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这些工具和技巧不仅适用于工作场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合中使用。通过练习和应用这些技巧，你可以提高在关键时刻的沟通效率和效果，建立更加健康和积极的人际关系。创建安全的对话空间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尤其是在高压、敏感或冲突性的情境下。这样的环境可以鼓励人们开放地分享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批评或惩罚。以下是一些创建安全对话空间的关键步骤和方法。关键步骤：设定共同目标。在开始对话之前，明确双方的共同目标，这可以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改进关系或达成共识。确立尊重和信任。强调每个人的观点和感受都是有价值的，并承诺在对话中表现出尊重和理解。开放式问题和倾听。提出开放式问题，鼓励他人分享更多信息，并全心全意地倾听对方的观点和感受。避免指责和批评。尽量使用正面和建设性的语言，避免使用指责性的语句或态度。反馈和确认。在对话过程中，提供反馈以确认你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见和感受，确保双方在同一频道上。具体做法：表达欣赏和赞赏。当有人分享意见或感受时，及时表达欣赏和赞赏，鼓励更多的参与和分享。例如，我真的很欣赏你敢于提出这个观点，这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设定规则和边界。在开始对话时，可以共同制定一些基本规则和边界，如互相尊重、避免中断、保持开放心态等。例如，在这次对话中，我们都同意尊重对方的观点，不进行人身攻击，以便我们能够开放地讨论问题。提供安全反馈机制。创建一个安全的环境，鼓励人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即使是不受欢迎或有争议的观点。例如，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不同的看法，都请随时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通过遵循这些步骤和方法，你可以有效地创建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促进开放、诚实和建设性的沟通，从而更有效地处理高压和关键时刻的对话。使用我语句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技巧，它可以帮助你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观点和需求，同时避免给对方带来指责或攻击的感觉。这种方式的沟通更容易引起对方的共鸣和理解，从而促进建设性的对话和解决问题。以下是使用 I 语句的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关键步骤：自我反思。在开始使用 I 语句之前，先花时间自我反思，明确你的感受、需求和目的。
这可以帮助你更准确地表达自己，避免混淆或误解。明确表达感受，使用 I feel 这样的句型来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使用更加指责性或抽象的语言。描述具体情境，描述导致你这种感受的具体情境或行为，使对方能够理解背后的原因，避免评判和指责。避免使用评判性的语言或直接指责他人，集中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上。具体做法，正面和建设性的语言，使用积极、正面和建设性的语言来表达你的感受和需求。例如，我感到很担忧，因为我们的项目进度已经落后了2周。清晰而具体，尽量使用具体、明确的语言来描述你的感受和需求，避免模糊或抽象的表达。例如，当你总是迟到，我感到很不满，因为这影响了我们团队的效率。明确你的期望，在表达你的感受后，明确你的期望或希望对方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情况。例如，我希望我们能够制定一个更加严格的时间管理计划，以确保项目能够按计划进行。开放式倾听，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给对方机会表达他们的看法，并全心全意的倾听。例如，你对此有什么想法？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使用 I 语句可以帮助你更加有效地表达自己，提高沟通的透明度和效率，从而建立更加健康、积极和富有同理心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沟通技巧，不仅适用于工作环境，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有效倾听是沟通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对方所说内容的技能。通过有效倾听，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信任，增强同理心，并促进更深入、有意义的对话。以下是有效倾听的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关键步骤：集中注意力，努力消除干扰，如手机、其他人的谈话或环境噪音，使自己能够全神贯注地听取对方的话语，暂停自己的判断和反应，避免在听取对方的观点时立即做出评判或反应，给自己时间理解和吸收信息，提供非言语反馈。使用眼神接触、头部点头或微笑等非言语方式来显示你正在倾听并理解对方。反馈和确认，在合适的时机提供反馈，确认你正确地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感受。具体做法：积极的展示关注，使用开放式的身体语言，如面向对方，保持眼神接触，并避免分心或打断。提出澄清性问题，如果你对对方说的内容有疑问或不明白，使用澄清性问题来确保你完全理解。例如，你是说吗？或你的意思是对吗？避免中断，尽量避免在对方说话时打断或引入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使用回音式反馈，使用对方的话重复或概括来确认你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他们的意思。例如，所以你的主要关注点是对吗？保持开放和接受，尝试保持一个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不做过早的评判或下结论，以便全面理解对方的观点。通过遵循这些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你可以发展出一种更加有效和深入的倾听技能，从而增强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建立更加坚固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有效倾听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技能，它不仅在工作环境中非常有用，也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朋友和伴侣的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寻找共同目标是一种有效的沟通策略，它有助于建立合作和共鸣，促进双方在沟通中达到更加和谐和有效的结果。通过找到共同目标，你可以将双方的关注点和努力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上，从而减少冲突，增强团队合作，并促进更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以下是寻找共同目标的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关键步骤：明确当前的问题或挑战。首先，确保双方都明确了当前面临的问题或挑战，以便更准确地识别可能的共同目标。探索各自的期望和需求，鼓励双方开放地分享自己的期望、需求和目标，以便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关注点，识别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在了解了各自的观点和需求后，寻找双方都认同的共同价值和目标，这可以作为合作的基础。具体做法：提问和探索，使用开放式的问题来引导对话，
探索双方的共同兴趣和目标。例如，你认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或我们都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结果？强调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突出和强调双方都能从达成共同目标中获得的价值和利益，以促进合作。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将从中受益。协商和妥协，在寻找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协商和妥协，以确保双方的期望和需求得到满足。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做来满足你的需求，同时也考虑我的建议，明确和共享目标。一旦找到共同的目标，确保明确的表达和共享这个目标，以便双方都清楚地了解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例如，所以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我们可以这样做来实现它。通过寻找共同目标，你可以增强与他人的合作和理解，解决问题，达到更加和谐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沟通策略，不仅适用于工作环境，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与家人、朋友和社区的互动。制定行动计划是将共同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步骤。一个明确、可行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可以帮助确保双方在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性和前进方向。它不仅提供了清晰的指导，还为评估进展和调整策略提供了框架。以下是制定行动计划的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关键步骤：明确目标和期望，确保双方都清楚理解共同目标，并明确期望达到的具体结果。识别关键任务和里程碑，分解共同目标为更小、更具体的任务和里程碑，以便更容易跟踪进度和评估成果。分配责任和资源，明确谁将负责执行每个任务，以及所需的资源，如时间、人员和资金。设定时间表和截止日期，为每个任务和里程碑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和截止日期，以确保按计划推进。具体做法：编制任务清单，创建一个详细的任务清单，列出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负责人和预期完成日期。例如，任务1，完成市场调研，负责人小张，完成日期5月1日，设置提醒和检查点。在执行行动计划的过程中，设定定期的提醒和检查点，以跟踪进度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每周5进行项目进度检查，以确保我们按计划推进。分配资源，确保为执行任务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时间、人力和财力，以支持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例如，我们将为这个项目分配一个专门的团队，并在预算中提供足够的资金。建立反馈机制，建立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鼓励团队成员分享进展、问题或需要帮助的地方。例如，如果你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任何问题或困难，请及时与我们分享，以便我们提供支持、评估和调整。定期评估行动计划的进展，识别任何潜在的问题或障碍，并据此调整策略。例如，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的任务，但还需要解决供应链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调整计划。通过遵循这些关键步骤和具体做法，制定一个清晰、具体和可执行的行动计划，可以帮助确保你和团队能够有效地达到共同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更有成效的成果。行动计划是实现共同目标的桥梁，它为双方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方向，确保合作顺利进行。